係嗰位網友，嗱呢個緊急消息嚟㗎，令我非常之困擾㗎。新世界向銀行發信，尋求違反財務指標取得豁免。點解咁大鑊呢？嚇？呢個呢，即係話你知呢，如果人哋借錢俾你嗰刻呢，銀行借錢俾你呢，就有啲財務指標喺度嘅，即係你係要達到嗰啲財務指標。如果唔係呢，你就要立即還錢。如果唔係呢，你就呢個等於係一種 default， 係一種爆雷。如果你 default 嘅話，對一間銀行 default 或者對一個債務 default， 就對所有嘅債務全部交叉 default。因為如果有一個債務係 to 銀行嘅或者債券係爆雷呢，佢哋係有交叉條文，有一個爆雷呢，就其他嗰啲亦都係爆雷。呢個就係咁樣。報紙違反嘅原因係涉及財務指標 net asset 呢一個 net debt asset ratio 係淨負債佔資產比率超過100%。去到呢度我係大惑不解嘅呢個嚇。嗱 net asset 係乜嘢咧？net asset 咧就係你有幾多呢個資產，就係減咗你嘅現金數字，減咗你嘅現金數字。呢個就係淨負債，即係我爭人100蚊，我袋有3蚊，咁減咗個3蚊，嗰個 near money， 咁我即係有9，即係我爭人100蚊，我自己袋有3蚊，我即係爭人97蚊。然後我總共資產值幾多錢呢？即係咁樣。一路以來呢，就係我嘅印象中呢，新世界嗰個 debt asset ratio 呢都係60-70%。點解會超過100%？忽然之間超過100%，咁咧就只係一個解釋嘅啫，就係咧佢嘅會計師咧就唔肯孭數，就尤其是轉咗個新嘅 management， 呢個黃少薇女士嚇，咁咧就可能要求新世界嗰個董事局一定要撇帳，佢有好多帳咧係要撇嘅，呢個就係其實如果你重估佢嘅資產啊，我恐怕佢會唔見咗好多錢啊！因為佢好多嗰啲活化咗嘅工業大廈、呢個商場啊，喺大陸嘅地啊，都要撇好多錢。基本上，如果你話一間公司個debt asset ratio 係超過100%，佢係等於係資不抵債，係呢間公司喺破產邊緣嘅喎，呢個就係。一般而言呢，銀行會要求貸款人嘅債務對資產比例唔好高過某個百分比，否則就違約，就有權即刻要你還錢。佢而家寫信，我係過咗，你可唔可以豁免俾個 exemption， 唔當我係違約？個街道咧已經講金管局前些時候。就話某個大地產公司嗰陣時冇點新世界嘅名，而家就講緊新世界嘅名，就召集嗰啲銀行啊借錢俾新世界嗰啲銀行開會，要求佢哋咧就唔好 call 新世界，繼續對新世界作出支援。即係如果係咁咧，呢次嘅 exemption 咧多數會批准嘅，不過新世界嘅局面咧就好危險，即係等於咧。TVB 借嗰啲債咧，原本佢一定係要有EBITDA 正數，但係佢連蝕咗好多年，嗰啲銀行咧就焗住咧要豁免佢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全部收唔翻嚟啲債。其實就一樣。呢度咧加埋金管局嘅壓力咧，佢哋大致上都會俾嘅呢個 exemption。但係你就會知道新世界嘅情況係幾咁危急。呢樣嘢傳咗出嚟，新世界嘅債價一路跌，新世界跌到5個6毫半嚇，5個6毫半，我哋睇下佢嘅市值剩翻142億啫，成隻新世界142億，就係每股盈利蝕4個6啊，咁大鑊！呢個係12週波幅由12蚊5個6、5個5、5個5毫8，而家就係5個6毫半，即係最後喺呢度升升跌跌啦。
咁個股價就已經跌到100幾億。第二呢個都係講個股價，呢個講股價。第二就佢啲債啦，佢啲債係幾錢咧？呢個係 perpetual debt， 呢一個係100蚊嘅永續債，佢有5億美，有7億美金到嘅呢啲咁嘅債嚇，有100億到。佢咁嘅呢個債券咧出嗰時咧100蚊，佢咧就派6.25厘息嘅，6.25厘。6.25厘咧就係、如果佢冇得派係點咧？冇得派咧，呢個息咧就會累積落去。咁咧呢個就係、直至到如果佢唔派呢個息咧，佢嗰間公司係唔可以派息俾普通股東嘅。即係呢個咧就係 perpetual 債嘅一種責任。100蚊面值，你估佢而家幾錢咧？46個6毫二。即係如果佢有息派嘅話，你而家買翻嚟46個6毫二咧，佢就會派6個2毫半俾你，即係咧13.253厘嘅息。只要新世界唔破產，呢個債券嘅息就係13.253厘，即係多數人咧都唔相信新世界。如果唔係咧，冇個咁高嘅息嘅。好啦，其他嗰啲正常嘅債點咧，呢個2027年到期嚇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佢個債息係呢啲普通債5.875厘，佢冇得還咧，佢就要破產。100蚊，佢而家 trade 緊85蚊，即係有15蚊嘅差額。嗱，2027年6月、2027年、25年、26年、27年，仲有2年幾，仲有2年幾、2年半。2年半咧，佢就還翻100蚊俾你喎。只要新世界唔死咧，佢就要還翻100蚊俾你。15蚊除2年半啊，係15蚊除2年半，咁大概係4蚊。咁所以加埋咧係12.754啊！佢啲債係呢個係12.754，係非常之 negative 嘅嚇。新世界表明無意再買永續債。因為如果你有錢咧，你買翻啲永續債咧，你好着數喎，啊！你當時人哋俾100蚊你而家40幾蚊買翻，亦都唔會延遲派發永續債嘅息。嗱，去到呢度，我一定要 query 新世界。其實如果以現在新世界呢個 cash flow 嚟講咧，佢係支持唔到落去嘅。佢翻嚟嘅錢咧係唔夠俾息㗎啦。佢越賣資產咧就越大鑊，因為你賣資產咧，即係譬如個資產你帳面10蚊，你賣6蚊，越賣資產你嘅負債比率咧就越高。越賣資產，因為你賣唔到嗰個帳面價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都話啦，佢新周大福就上市嘅，周大福企業就上市咧，周大福集團即係佢背後間母公司咧，係應該係好有錢，應該係好有錢。但係佢已經救咗新世界一鑊，就買咗呢一個呢個新創，呢個就係嚇。咁咧就使咗幾百億去買咗佢新創建，又買咗啟德。咁佢係唔係可以嗱？佢去救佢咧，如果係買佢啲資產咧，係救唔到喎。點解？佢嘅資產，我問下你，周大福係會唔會用高過市面嘅價值嚟到買呢啲資產咧？梗係唔會啦，唔係即係同自己賭米係咪啊？即係呢樣嘢，市面值3蚊，呢個周大福用5蚊同佢買，咁呢個唔會。市面值3蚊，周大福咧就至多用2個8同佢買。咁一買咧，嗰間新世界嗰個debt to asset ratio 咧係跌得係仲大鑊，再升上再升高啲。咁真係要救佢嘅方法咧，就只得個方法就係供股攤薄而家啲股東。即係如果佢而家應該新世界揸住6-7成，新世界肯供500億股。咁街道咧可能有人賠你100億，咁咪有600億注入間公司度。600億注入間公司度，佢而家2000零億債，
咁咧就立即救到間公司啦。咁但係新世界周大福肯唔肯注幾百億去救呢間公司咧？恒基兆業咧就係李兆基係揞咗幾百億俾恒基兆業，但係鄭家嘅人啊肯唔肯？第一有冇呢幾百億啦？我哋假設佢有，佢肯唔肯撳幾百億去救新世界啦？去救新世界咧？佢其實咧就係將原本嘅股東嘅利益咧就攤薄咗嘅，其實係咁咧就係佢係冇蝕底嘅，佢係冇蝕底嘅。但係佢如果要佢救咧，第一佢有能力救，第二咧佢知道呢次救完之後，新世界係值得佢救。呢個值得佢救係有兩個意義，第一就係呢個係鄭家嘅面子啊，鄭家最大嘅上市公司，佢係唔係可以容許佢去破產咧？呢個就係 A， 鄭家咧就冇晒面啦咁樣。B， 佢救落去嗰時候，佢係咪救活到新世界？而佢哋係喺呢個雕度賺到錢咧，即係咪值得救？就講係商業上係咪 viable 咧？呢個第二大問題。第二大問題。好啦，咁如果佢哋唔係咁救，咁啊點啊？仲有個方法去救喎，但係就冇面好多咯。進入破產程序，新世界一進入破產程序咧，你周大福就作為白武士去救嗰啲銀行嘅債券咧，就要撇帳，即係2000幾億，你可能撇咗40%咁樣，撇咗40%，咁就1200億咁樣。你再揞幾百億去買，咁咧就救到間公司。嗱，撇要人哋撇帳咧，你一定要攞一筆現金出嚟還俾人。我而家還1/4，咁咧你就係撇一半，另外嗰1/4咧，我就用呢啲剩翻啲資產嚟到抵押。你唔揞現錢出嚟咧，係人哋唔制嘅。咁樣救嘅代價咧係細啲嘅，但係就冇面啫。於是我哋有3個選擇，一個就係供股救，一個就進入破產程序救，一個就係唔救，由得新世界死。佢哋就攬住啲錢，周大福企業同埋周大福集團。你哋認為係點咧？呢個係好啦，大家買咗呢本書名，我真係希望大家買下，平郵咧係752蚊嘅啫。呢個大家應該搜集嘅，呢本真係街度最好睇嘅明史嘅書嘅，呢一本係講呢個土木堡之變啦，同埋于謙點樣死啦，呢個就係呢個明英宗嘅為人係點啦，就同埋奪門之變啦，呢個非常戲劇性，非常好睇嘅，大家快啲訂。我哋又介紹呢隻哥倫比亞嘅水洗。嗱，最好嘅咖啡豆咧都係來自 Jamaica、哥倫比亞同埋埃索比亞嘅，呢個係因為要喺山度。上一次俏媽媽揾咗翻一批藍山咖啡，好快賣完，而家揾咗哥倫比亞波卡曼拿樂園港培嘅咖啡豆，佢哋對品質嘅控制好嚴格，數量穩定，用手沖咧就會有蜜糖朱古力圓潤嘅口感。如果你將佢做成 espresso 咧，就有山竹、紅糖、新可可嘅味道。每包200 gram， 原價265蚊。喺俏貓貓嘅優惠價咧212。如果冇磨豆機，用掛耳裝一盒6包，原價128蚊，而家優惠價102蚊啫。冇磨豆機，你買咗豆咧，可以去野田咖啡生豆專門店代勞。地址喺灣仔軒尼詩道314至324號 Winland Square 地下 B 店，同埋新界大圍車公廟路18號 L3 層325店。你帶埋原裝包裝去，係俏貓貓賣嘅，佢就會幫你磨豆噶啦。得一批嘅啫，賣完即止嚇。想飲優質嘅咖啡就唔好錯過，優惠日期一路去到12月31號。網店同埋門市咧都有得賣。